根据临床推测，台湾有6、7成的人啊，说是被自律神经失调所缠身。所以呢，小编说，哎，可不可以来做一集自律神经失调的内容啊？他在网络上面啊，就找了一大串的症状，头痛啊、高血压呀、失眠啊等等。小编啊，我问你，有一个欧巴桑啊，他血压太高，他是什么病？他先生忘记帮他缴账单，被多罚了200块，气得血压都飙高了。好，那一个人上的便便都是水水的，焦虑的，睡不好，这是啥病？难道是自律神经失调吗？嘿，这些症状可不见得都是自律神经失调。来，这一集我会带你去了解真正的自律神经失调是啥。胡乃文开讲了，我是你的老朋友胡医师。这一集要和你分享：一、如何判断是否自律神经失调；二、治自律神经失调找对一件事；三、一个动作改善自律神经失调；四、百合加二物稳定自律神经；五、身体一冷一热才是真正的自律神经失调。如何判断你是否自律神经失调？有自律神经失调的人啊，你觉得我刚刚说的症状，血压高了、腹泻啊，他们和自律神经失调有关吗？怎么知道你是否有自律神经失调？来，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自律神经。自律神经是什么呢？自律神经是在头、在脊柱这个地方分出来的一些周边神经。而在头跟肩椎这个地方的这个自律神经出来的，称之为副交感神经；在胸腰部分出来的，这个叫做交感神经。一个白天上班，一个晚上上班。交感神经在白天呢就要打卡上班了，它就像汽车的油门啊，负责消耗身体的能量，帮助你面对挑战和压力。当交感神经启动的时候呢，它就会让你心跳加速，呼吸变快，提供更多的氧气给全身的肌肉，让你有力量面对挑战。副交感神经呢，它就像汽车的刹车，在晚上来上班的比较多一点儿，负责保存能量，让你放松。休息的时候呢，可以放慢心跳，呼吸也舒缓，睡得更深沉。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这两组神经呢，它们是很重要的，就像是体内的阴跟阳。交感神经是阳，副交感神经是阴，大约是这个意思哈。当阴阳不平衡的时候，交感神经过度活跃或副交感神经它运作失常了，那就是所谓的自律神经失调了。治自律神经失调，找出一件事。有些人会去下载网络上的自律神经失调检测表，哇，上面有40-50个不同的症状，例如耳鸣啊、头痛啊，还有焦虑不安啊。你不要看到那一坨拉苦的症状，就自己对号入座，胡思乱想。来，我跟你说，真正的自律神经失调症状有哪些？自律神经主要的影响的范围是从心脏到消化系统以及其他的内脏系统。意思是说，当你心脏砰砰乱跳，我是说你的心跳太快，或心跳太慢，或心跳砰砰砰乱跳，还有心悸啊等等这些感觉的时候，这就是交感神经亢奋引起的。而消化不良啊，例如腹痛啊、便秘呀、腹泻呀，它是副交感神经比较活跃的那种状况。其实它都互相之间有影响的啊。注意哦，你想让自律神经回到稳定，要专心听我接下来的话。很多人深受失眠、耳鸣、头痛的困扰，这些和自律神经失调有关系吗？大多失眠的人，他之所以睡不着，是因为忧虑、担忧的情绪，例如隔天有一个重要的会议啊，所以情绪紧张，进而影响到自律神经，出现心脏血管、肠胃等等的异常，因此才被误判成为自律神经失调。自律神经是周边神经啊，刚才那些焦虑啊等等，那是什么？那是中枢神经的事儿。那能直接判断失眠是自律神经失调引起的吗？
当然不行，因为自律神经失调是结果，不是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你的头脑里头的，所以那是中枢神经的，那不是这个周边神经的事儿。要治好自律神经失调啊，得找到它的根本原因。你应该要做的不是吃药，而是调整你的情绪，才能从根本上来治好。后面我们会和你分享怎样让情绪稳定下来，改善它所影响的自律神经失调。那现在再回到前面所说的耳鸣、头痛等等，它是自律神经失调的症状吗？其实这两个都不是。耳鸣是听神经的神经性听幻觉的这个问题，头痛呢大多都是风啊、湿啊等等所影响着，用我们中医的概念来讲了，所以和自律神经失调没有直接的关系。一动作改善自律神经失调，自律神经失调不是一种病，却会让你全身都不对劲儿。自律神经失调主要原因两个：压力和疾病。你身上感觉压力好大吗？年轻的人有工作的压力，再年长一些，经历了亲人离世啊，或者是离婚啊，或者是当你在高压或焦虑的状况太久了，让这个交感神经就过度的兴奋，副交感神经被抑制，或者是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互相混乱的样子，情绪起伏太大了，就会影响到生理，造成所谓的自律神经失调。疾病也会引发自律神经失调，像是这三种病：糖尿病啊、阿兹海默啊，还有忧郁症等，影响了神经的功能，已导致了失调了。但是不要担心，只要你有耐心，自律神经失调是能够治好的。来，有一个很棒的方法，在古籍《医方集解》里面提到一种呼吸吐纳的方法。我跟你说怎么做，你先吸气，再慢慢吐气。吐气的时候呢，一边就念着嘶这个音，一边吐一边吐到完全以后再吸气。利用刚才这种呼吸的方法缓解自律神经失调的效果是非常好。这个方法最大的重点就是呼气的时间要比吸气的时间要来得长，这样做到就是激活副交感神经，让交感神经不要过度活跃，这就是能够让你放松下来，更能够减轻焦虑，改善自律神经失调的症状。除了呼吸的方法以外，我也推荐你配合着打坐。曾经有一位医师分享，那些心律不整啊、神经失调这样子的患者呢，透过打坐让自己沉静下来，竟然让自律神经失调不药而愈。哇哦，是不是很棒？百合加二物稳定自律神经。早在东汉时期，医圣张仲景提到百合病，那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很多医生所谓的自律神经失调。他怎么样形容的呢？他说一个人好疲倦哦，好疲倦了，但是就睡不着。看到明明美食在前面，又很想吃，明明是很美味的，但是突然感觉到，哎呦，怎么吃不下呀？味道很差呀。身体有时候冷，有时候热，却不是真正的冷，也不是真的热，而且口里面呢会觉得有点苦味儿，小便变少，这些症状，有时候是无法用药物来治疗，甚至吃药以后呢还会呕吐、腹泻。这种症状呢，是不是就跟现代所说的自律神经是非常的像呢？那如何能够让自律神经恢复正常呢？百合病就是用百合来治，它调节自律神经的效果一级棒养心、舒缓焦虑。来，喝一杯百合安神茶，你准备百合20克、柏子仁10公克、红枣3颗，把它们放到保温杯或马克杯里面，冲入500毫升的热水，然后焖泡它个20-30分钟就可以喝了。百合润肺安神，柏子仁改善心悸失眠，红枣补气而且抗疲劳。有自律神经失调的人喝了这一杯，让你情绪稳定下来，还能睡得更安稳哦，一定要试一试。如果你是个性紧张而导致身体不舒服的人，也可以用这一杯茶来保养。一冷一热才是真正自律神经失调。健康的人应该怎么样呢？
内在和外在都能保持动态平衡。听不懂对不对？没关系，我解释一下你就懂了。动态平衡就是当人体遇到外界环境变化的时候，例如天气变冷或变热，身体会有不同的调节机制来让体温稳定。例如寒冷的时候，你的身体会颤抖，增加热量；高温炎热的时候呢，身体会出汗来散热。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体温会随着外界做变动，但身体会不断的改变它的状态，而维持一个恒定。而真正自律神经失调的人就不是这样。我跟你分享一个案例，很早很早以前，我遇到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呢，他跟我说啊，他的身体啊，像脸这个地方，一边流汗还发热，另外一边呢不流汗而且很冷，到底怎么回事呢？这就是他这个冷的这一边呢，就是交感神经太活跃，所以周边的血管呢就收缩了，因此呢这边就冷，这边就没有汗。翻过来呢，在另外那一边热的那个部分呢，就是副交感神经太活跃了，周边血管呢就扩张了，以至于它出汗了，它热热的了。那这样子的状况，一冷一热，这个就真正的是所谓的自律神经失调，这个跟中枢神经没有关系，这是纯粹的自律神经失调。如果你觉得有自律神经失调的状况，看了这一集，你会了解真正的自律神经失调其实多半都跟情绪和压力有关。回想一下，最近是不是压力有点大啦？别让自己的生活太过度的紧绷，生活本来就不容易，要好好的善待你自己，健康才会离你更近。喜欢这支影片的朋友，欢迎点击影片下方的超级感谢，捐款赞助我们，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谢谢。